大家好，我是科学家频道主持人。我们的内容来自全球权威的科学家、专业媒体和成功的科技企业，由6度世界的科技简报团队编辑整理完成，让你迅速掌握全球科技进展。欢迎大家收看。美国银行将社交媒体重新视为威胁，而不是行销工具。路透社，美国银行正在重新思考社交媒体的作用，因为恐慌发生的速度以及卖空者的股价威胁住金融稳定。在最近互联网推动的挤兑推翻了矽谷银行之后，美国各地的贷款机构都专注于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制定应急计划来应对在线威胁，包括围绕银行健康状况的谣言。这些谣言可能导致存款外流。对当地银行机构的影响表明，负责任地管理社交媒体风险的必要性至关重要，旨在衡量、准备和应对此类威胁的努力将不断升级。美国立法者尚未监管大型科技公司，人工智慧可能更具挑战性。加拿大 CBC， 计算机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制定人工智慧 AI 的法律定义和为其使用制定法规方面面临住监管难题。在上周的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 的负责人山姆·阿尔特曼 Sam Altman 主张制定一系列法规，以确保将日益强大的人工智慧系统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他的公司创建了 ChatGPT， 使聊天机器人能够提供类似人类的回应。虽然一些小组成员和参议员将人工智慧作为一个广泛的概念进行了讨论，但其他人则更狭隘地讨论了它。监管挑战在于制定规则，在鼓励创新的同时防止新技术带来的潜在危害。一个担忧是，任何联邦机构或监管计划都可能增加利用政府权力促进自身利益的选区。其他人警告说，过多的监管可能会扼杀人工智慧行业的增长。可以降低失智风险的10种食物。英国每日电讯，最近关于正在开发一种新药以说明减缓阿尔茨海默病进展的报道令人鼓舞，然而敦促个人采取进一步措施，通过坚持富含植物的地中海饮食来降低患各种形式失智的风险。根据包括天空新闻和阿尔茨海默市政协会在内的消息来源，吃富含营养和微量营养素的特定食物可以改善大脑功能和大脑健康。在阿尔茨海默氏症与失智症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严格遵守地中海饮食可以将患失智的可能性降低 53%。 除了食用全谷物、橄榄油、浆果、水果和蔬菜外，坚持富含必需氨基酸的蛋白质，如鸡胸肉和多汁鱼的饮食可以减少炎症并抑制脑细胞死亡。这意味着低蛋白饮食与老年人大脑功能维持不良有关。通过食用富含后生元化学物质的开菲尔、辛奇或康普茶来增加肠道菌群，也可以直接影响大脑功能和大脑健康。对人工智慧的正确反应存在逐一的恐惧。金融时报，虽然人工智慧 AI 引发了人们对其对社会影响的担忧，但经济学家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关注人工智慧可能带来的生产力收益的分配。这个问题涉及智慧财产权，这个问题取决于谁控制对技术的访问。在光谱的一端，有一个完全专有的世界，其中最有用的人工智慧是垄断或寡头垄断公司的智慧财产权。在另一个极端，有一个开源世界，部署该技术的人将获得生产力的提高。政府可以立法提高透明度和获得此类技术的机会。人工智慧先驱 Yoshua Bengio 表示，政府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公众。金融时报，人工智慧先驱 Yoshua Bengio 是2018年图灵奖获得者，也是魁北克人工智慧研究所 Mila 的创始人。他表示，随着 OpenAI 的 GPT 等强大的人工智慧机器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容易获得，政府必须迅速干预并保护公众。Bengio 指出，在没有充分审查的情况下不分青红皂白的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可能会对政治制度、民主和真理本身构成威胁。最近几个月，谷歌和微软支援的 OpenAI 都推出了革命性的、生成性的人工智慧产品，引发了关于该技术的道德和未来的全球辩论。你不能看不到它，内容审查员在 Facebook 上的表现。金融时报，总部位于三藩市的外包公司萨马 Sama招募了数百名年轻人，其中大多数是20多岁，在其内罗毕中心工作，负责审核 Facebook 内容。在针对 Sama 和 Facebook 拥有者 Meta 的诉讼中，184名请愿者指控侵犯人权和非法终止合同。该案件是同类案件中规模最大的案件之一，对数万名版主的条件具有潜在的全球影响。这些版主被用来从社交媒体网络中过滤掉最有毒的材料。这些案件是在美国境外提起的首起案件，旨在通过法庭程序改变 Facebook 内容版主的待遇。2020年 ，Facebook 支付了5200万美元来解决诉讼，并为美国内容审查员提供心理健康治疗。
肯亚的许多主持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这项工作使他们在心理上伤痕累累，受到倒叙的困扰，无法维持正常的社会关系。拉丁美洲的科技产业在逆境中蓬勃发展。金融时报：拉丁美洲的创业环境正在与美国的趋势背道而驰，美国公司正在裁员，因为在线零售巨头 Mercado Libre 计划今年再雇佣13000名员工。拉丁美洲对金融科技服务提供者的需求帮助创建了巴西 Doc 等公司，该公司允许其他人提供金融服务，并导致 Nubank 等企业的创建。该公司价值300亿美元，提供数位银行服务。拉丁美洲的地理障碍可能会阻碍实体贸易，但不会阻碍在线软体。事实上，美国企业正在将更多的软体开发外包给拉丁美洲更便宜的地方。韩国计划到2027年将全球显示器市场份额提高到 50%。路透社：韩国宣布计划在私营部门和政府税收优惠和补贴的支援下，到2027年将其全球显示器市场份额提高到 50%。该计划包括到2027年增加先进有机发光二极体 OLED 显示面板的产量和显示研究。韩国政府将提供约9000亿美元的融资。目前，该国拥有 37% 的市场份额。FDA 加强医疗器械的网络安全要求。华盛顿邮报：美国联邦官员警告说，医疗设备中仍然存在网络威胁。HHS 准备办公室副主任 Brian Mazanik 声称，几乎所有医院都拥有过时的支持系统，这表明需要对医疗设备制造商制定更严格的法律。拜登总统于2023年签署的综合一揽子计划要求制造商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提供关键的网络安全资讯。然而，监管机构尚未对设备执行网络安全要求，设备赞助商将在10月1日之前解决申请被拒绝之前的任何差异。FDA 已经确定，从电子温度计到 MRI 机器的医疗设备构成了网络安全的独特领域。医疗设备在医院环境中是相互连接和可互操作的，这意味着一个故障可能导致其他故障，从而带来更广泛的次要风险。修订后的规则规定，制造商应提供软体物料清单，发送设备补丁并披露所有漏洞发现。FDA 一直致力于面向未来，因为设备的生命周期长达20年，该行业需要设计和实施这些新系统以提高弹性。松下计划到2030年在北美新增电池产能。路透社：松下计划到2030年在北美建立4680个电池单元的大规模生产能力，以满足对电动汽车电池日益增长的需求。计划到2031年3月实现汽车电池年产能200吉瓦时。松下的能源部门为特斯拉生产电池，特斯拉已宣布计划开发自己的4680电池，以提高其汽车的性能并降低电池成本。特斯拉与印度官员讨论了汽车电池制造激励措施。路透社：特斯拉已经与印度政府官员讨论了如何参与汽车和电池制造的国内激励措施。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建议在该国设立一家工厂，生产电动汽车 EV， 并在当地生产电动汽车电池。去年，特斯拉和印度达成降低汽车进口税的协定的努力没有成功，因为印度官员坚持认为该公司也应该在当地生产汽车。美光在总理会见高管后透露5000亿日元日本晶圆计划。日本时报：美国半导体公司美光 Micron 透露，计划投入36亿美元投资日本的下一代晶圆生产。岸田文雄首相最近与 IBM、英特尔、三星、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和美光的高管进行了会谈，试图推动日本半导体制造业的发展。此举出台之际，G7成员国在广岛举行会议之际，全球供应链问题日益加剧，疫情相关问题和对美中科技争端的担忧加剧。据报道，美光的投资将用于资助一家马工艺技术，该技术将推进存储晶圆并支持新兴的人工智慧应用。扩大香港人才名单显示专业可快速获得签证。南华早报：香港已将其提供快速移民的人才名单扩大到51个职业，包括医护人员、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香港人才清单使公司能够雇用外国专业人士和高技能工人，而无需证明没有中国工人可用。该计划允许接受者在申请后4周内尽快获得工作签证，并成为解决过去2年该市劳动力资源减少14万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最初的11个职业名单创建于2018年，包括海上保险专业人员、废物处理专家、数据科学家、精算师和 IT 专家。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强调，医学和法律界的申请人仍需满足行业要求，例如通过相关考试或满足注册要求。技术与技能短缺。金融时报：发达国家正在努力解决工人短缺的问题，这正在打击经济的每个部门。
英国、美国和欧盟都在努力应对这一挑战，这对技术领域的技术工作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打击。技能差距是由于各级学生对数学和科学缺乏兴趣造成的，这个问题导致拥有雇主所需技术技能的人太少。Raconter 的一份深入报告探讨了政府政策未能解决的问题，并建议旨在提高工作力技能的举措被商界领袖视为无效。科技简报，科学家的快捷工具。我们即将开放订阅，请推荐给你认识的科学家。